小胡朋友圈来者都是客，湖南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做客本期小胡朋友圈的小毒娃田佳瑞。那因为我们看了云之羽嘛，知道你们有3域试炼，大家都说可能你第1域试炼就会不通过，因为你踩坏了雪虫子的雪莲，所以我们这里也给你设置了暖场游戏小胡试炼场1少年感试炼，导演现场提供各种动作，田佳瑞需相应完成指定的行为动作，如 kiss kiss wink。第一个是做古灵精怪的表情，古灵精怪的表情，怎么差不多，我觉得可以。好，下一个 wink， 我真的太右手了，他的耳朵已经红了。太难了。这算吗？算吗？好，下一个用手戳脸颊，就比较可爱的那种。这样，对，这样可以歪下头，就一戳歪个头。好，对镜头比心，就是自己有什么比心方式。就是最后一个飞吻，对你那 kiss 呗。OK， 别人在健身的时候，你在 kiss。我们的福利就是需要给妈妈粉、妹妹粉录起床铃，或者是说哄睡铃，雨露均沾一下。妈妈，我就是要喊妈妈吗？对，起床或者是说哄睡，就是让他们赶紧睡觉那种。哄妈妈睡觉不太合适吧？这样吧，就录一个提醒吃饭的吧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妈妈，我好饿呀，什么时候做饭呀？想吃饭了。妹妹，快起床了，上学要迟到了，差不多了啊，再读我受不了了。让弟弟缓一缓，我们下面开始问问题。好。云之羽已经收官了嘛？那剧里最后的3集就是疯狂发盒饭，大家看得稀里哗啦的。那你自己看的时候会不会哇，超级22集那场大战吧，吴峰跟宫门的那场大战，每一条支线我都有哭，每倒一个人我就哭一次。那你哭那个1分半的视频花絮什么时候放出来？哭1分半的视频。就我手机里有一小段，其实就几秒，就是我哥拍手的，抱着我拍手的几秒。那你觉得剧里面最虐心的戏份是哪个？其实最虐心的，我觉得是寒鸦4死的时候，因为当时我看整个剧本这一段是我最出乎意料的一段。寒鸦4，我看他冲过来保护云为山倒下的那一刻，那个画面真的就是第一是意想不到，第二是拍的也很好，然后第三老师演的也很好。因为看正片的时候就真的是我爆哭这段，现场直接来个1分半的。寒鸦妈妈啊，就是杀青以后有没有戒断反应？很戒断了大概1个月左右，感觉心里空落落的，每天在片场都是扮上的之后的样子，然后突然之间就是身边周围一切的人都不在了，都不见了，然后你感觉就是宫原芷也离你而去了，就很落寞嘛，心里。他摇摇脑袋，铃铛响的时候，对啊，我就是对啊。回到宫原芷，他是哪一瞬间是觉得接受了上官浅是自己的嫂子？我感觉也不能说叫接受，但是呢，真正从心里稍微那么认可了一点上官浅，是从跟上官浅谈心那场戏的时候。如果不认可他的话，我不可能会跟他说这么多话，跟他讲很多关于我哥的事情。那段我是很走心的，我们在现场，卢玉晓老师的反应也是很走心的，所以那段我们本来商量着，就是在那一瞬间认同了彼此，然后放下心中的芥蒂，去向对方诉说。世纪大和解，独唯和独唯真嫂子，独唯只对真嫂子破防。你上网出道速度挺快的。对。那你有看到网友的评价说你是宫家唯一能唱一男的？没有这个真不敢当，大家都挺能唱的，其实就是真的好好唱的时候，只不过我是一直都有在好好唱，大家那都在玩梗。那你有看上一个采访你哥他唱的？那没有，唱了你的歌这儿。哎呦，那看好欣赏一下。同手同足，同骨同责，如何能分你我？哥，你总是轻声笑我。你叫我有泪不流。可以帮他闭一下麦吗？
哥，你还是那个好好演戏，再好好演戏。但是我哥该说不说，他唱粤语歌是没毛病的，他得有人带着他唱一段，然后他就能找着他那个调了。但是他找到那个调之后，他唱的是非常好的。所以他有给你推荐粤语歌吗？那天你好像那个 vlog 里面有在听粤语歌。对，有在听粤语歌，然后我在现场经常跟他学粤语歌，当时学的那个浮夸呀、月半小夜曲啊，这都 Q 到我唱了。对呀，对呀。我想想啊，挑一下。三巡酒过，你在角落，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。你拿起酒杯，对自己说：一杯敬朝阳，一杯敬月光，唤醒我的向往，温柔了寒窗。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，不怕心头有雨，眼底有霜。哇哦！谢谢大家，在旁边那种360度环绕。谢谢大家。那既然唱得这么好，有没有就是之后想往这个方面发展一下？比如说自己演的剧都唱一唱 OST 呀，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多唱的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爱唱歌。大家也爱听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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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直播的时候有机会，直播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多唱几首，对大家爱听的话。大家说让你记得下次关掉瘦脸。关掉瘦脸。哎，那个到底怎么弄？我那天我把那个滑到了那个0了，怎么还是感觉有一点。好，正好说到直播嘛，之前你直播的时候说自己选新娘的话，要照子商姐姐的标准选。那如果再和静静姐姐合作的话，你想和她有怎么样的人设和剧情呢？就是像上次我们那个出活动时候说的，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几个男的追金靖老师一个，我觉得这个戏份会比1v1的好看很多。接上那个流星花园。对，静静老师说她要演女版道明寺一样。对对对对，是个 F。对对。那在戏里面你是个小哭包嘛，然后金靖老师他有发了你的哭的那个视频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个记得。当时什么想法？我不会忘掉的。我们还用那个做了很多表情包，很好用。看到了，有粉丝给我做了一个那个表情的一个人形立牌啊，送到我的手里了。然后被我们当时剧组的一位老师拿着满剧组跑啊，全部人都知道了。舞到正主编前。对，其实没有什么想法，就是很意外，单纯的就是我在跟他分享，我觉得姐姐你演的真的很好。然后他转头给我发微博上去了。然后你想了半天就评论一个，那就这。但是我就想啊，我得给他回一条评论吧，但我又不知道回什么，我就说你帮我想一个，然后他又转头给我发微博上去了。那你知道他给你的备注是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第一次知道，我以为会是弟弟什么的。但是也挺符合这个角色。是的，是的。那我们那个失恋，但是我现在很开心，怎么办呢？你很想看我哭吗？不是我想看你哭，是粉丝朋友们又看你哭。酝酿一下。必须要落一滴下来是吗？没事，你这么说了可以不落。已经落了，已经落下来了。你有没有看那个？好像是你哥和岳长老一起拍视频，你出现嘴里还嚼吧嚼吧着，然后变成斗鸡眼那个。那个是斗鸡眼吗？你看，我知道这个表情我自己都存了。对啊，很好用。评论下边全是这个表情，我自己也存了，谢谢你们啊。好的，等会儿你要模仿一下。模仿一下，我这个咋模仿？我当时真的是不知情。我们正好给你准备了，你可以吃。这有啥特产？这个好吃，面包碎。你们都是好人，我尝尝这个面包碎吧。这个咋模仿啊？我的天！这个是我们偷偷准备。谢谢，我们不要告诉其他人。但是我上一次嘴里含了一颗草莓出来的，就鼓的比较大，模仿一下。干啥呢？干啥呢？画质是有点不清楚，所以大家会看得很斗鸡眼，但是我当时好像没有斗鸡眼吧？不知道，反正这个看着就是这样。好了，不用再放，不要再放它了。这个封存好吗？这个还有2.0。我的天哪，还有2.0。收好吧，都是你的，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吃。感谢，一袋。把零食拿走。干啥呢？那你自己就是要不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常吃的零食？平时我喜欢吃的小零食，一般就是夏威夷果、虎皮鸡爪。那你有没有不吃的食物啊？有很多，哎呀，真多。但是我不吃的就是一般都是生的，所有的生东西我都不吃。当然了，要做熟。不是，我说的是那个什么三文鱼啊，或者是生蚝啊这种。那个东西谁都不吃，三文鱼刺身的那种东西我都不吃啊，香菜我茼蒿啊这类的青菜我也不吃。
好，说你的小孩哥，就你片场不是有辅导他作业吗？是寒假作业吧？好多本，大家一起帮他弄，就是引导他的一些思路，然后我是负责他文科这一块的。大家说你文科很厉害，语文也没有很厉害，就是真的就是还可以，因为当时高考的时候，语文啊、政史地啊救了我。大家说你和小孩哥是同龄人，可以坐一桌，你同意这个说法？其实跟子夜弟弟一块儿待在一起，你自己的一些个心态和想法就会被引导，就是很小孩的一些很童真的一些东西，但同时子夜弟弟他身上又有一种很成熟的气质。大家说他拍打戏一定很爽，因为他正好是相信你自己有。是的，哇，很中二啊，很中二，唰天天在现场在那里比划。就是你那个出场就很惊艳啊，就那个拿那个，然后那个风一吹。我到现在依然也很中二，就是我也会时不时咔嚓来两句。其实是你的第一部戏，对吧？是的，对，第一部戏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，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蛮幸运的？当然了，想过会有一些能让大家看到的机会，然后我觉得是离不开我们剧组前后每一个人的对我的帮助吧，呈现出最好的一面给大家，然后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和喜欢，真的是非常的荣幸，谢谢大家。那你说就是当演员就是希望自己的角色得到认可嘛？你什么时候就是决定了我就要当这个演员？高二的下半学期基本上是那时候也是掺杂着一点叛逆吧，但是最后我跟我家里商量了一下，他们说你想干什么呢？我说我想学表演，他们就很支持我，理论都没给我理论，就是我爸妈就是无条件支持我，然后我自己坚定了这条道路。也是因为一次特别的机会，就是那个时候也是有一场那个大家好像是在网上都已经扒出来了，就是我戴一个小黑眼镜在那儿演讲的那个图片，就是那次的比赛让我更加坚定了走这条道路的一个信心。关于自己是98年但一直被喜欢你的粉丝要求你叫姐姐，心里的感受是如何呢？怎么说呢？打不过就加入，就是这么一个心态。现在一开始是有点抗拒的，但现在呢，就是真的打不过就加入吧，我不抗拒了。妹子的姐姐在自己姐姐真的，我现在面对我自己的姐姐，我都叫不出来那个姐姐了。那你喜欢粉丝叫你什么呢？喜欢叫你哥还是叫你弟？都行，你们开心就行，只要别太过分的那种，我接受不了的那种，我就真的就捂耳朵我就跑了。最近才得知的那几个啊，对，就那几个。现在聊到你哥，正好我们上次他聊到说你们一家三口不是有个群嘛？他说你是最活跃的那个，那你经常性在群里发些什么呢？我自己就经常刷到一些二创的视频，然后他们其实也会发，但是我发的比较多吧，然后就会发一些二创的视频，一些搞笑的关于我们一家三口的那个梗、图片啊、表情包啊，然后我还强烈要求他们要回应我，不回应我会难过的。那你们群里最常用的表情包是什么？是你们自己的吗？是你的，是不是？你的表情一定是我的，我都不知道我的表情包能量产这么多。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个？就是那个撅嘴的啊！哈，那个这样。对啊，那个撅嘴的和那个斗鸡眼。干啥呢？模仿我们准备的要进一些新货，就是开心的时候。这像海绵宝宝，不像派大星。啊，这种无语神晦气。日表情包都没有一个人吗？对，为什么对标的都是小动物呢？狗子。还有这个 Jerry 本人生气，好运，大家都要暴富哦。这不是我哥那个，你很了解我。就是这一次来长沙是你的综艺首秀嘛？什么感受？会不会紧张？一开始很紧张，就是没有上过综艺嘛，然后也不知道流程是个什么流程，然后大家不是很熟。但是呢，早上走完一遍之后，我其实稍微放松了一点，就是大家感觉大家对我们都挺照顾的，其实，然后也会Q 我们很多点，然后让我们去跟大家互动啊什么的。总体录完之后，我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开心，然后好玩。游戏互动心眼练习室规则：导演现场提供一些生活情境，田佳瑞需根据对应的情境做出叛逆版本和高情商版本回答。领导在公司群发了4000的红包，结果你抢了3500。领导说：“小田，你手气真不错。”你该怎么回应？我会回一句沾领导的光，然后再把这3500
当做一个红包再发回到群里。还不错，山东尖子生吧啊，没有您的阔气，拿来我的手机。如果是00后啊，就说那剩下的500呢？真的是整顿职场。好，公司开会，你买了4杯咖啡，但来了5位领导，此时你会怎么办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来了5位领导，我会把4杯咖啡我都不送，我会把他们平均分成5份，用杯子装给5位领导。对，是按标准的，可以全喝了，给他们都开水。就是00后整顿职场是吧？他尖子生版是去茶水间再泡2杯茶，对领导说，怕领导有不爱喝咖啡的，就准备了茶和咖啡。00后的话就是让我看看哪个小朋友做的最端正呀。最后一个，你和领导去聚餐，服务员误把你当领导，领着你说老板包间在3楼，领导拍了拍你的肩膀说，没想到小田比我更像领导，此时你怎么回应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对那个服务员先说一句，这才是老板，或者这才是我的领导，然后转头对领导说一句，领导您都说是像了，那我就做好您的像，您做您的将。哇哦，山东尖子生版，对，比他这个好啊。看您说的，我领导他，您领导我，这服务员挺懂事儿的，还知道不能越级会吗？00后，你也别闲着，去给我倒杯水。突然发疯，哦，发疯版是突然拽着服务员衣服大喊：“你是不是想害我？”谁还不会发疯呢？最后一个环节就是互动环节。上一期的嘉宾留了一个提问，然后呢，你一会儿要给下一位嘉宾提问，或者是给他一个挑战。然后上一位嘉宾呢是你哥陈磊，我哥，对他正好接了上一位嘉宾，是他另一个弟公子羽。好。他给你留的是让你替陈磊哥为张凌赫60大寿挑一份礼物。60大寿，都考虑的那么长远了吗？因为张凌赫老师呢，上一次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，让下一个人夸他帅，然后这一次呢又让他夸他帅，所以他就说到时候搞一个 VCR， 在60大寿放，哥送了祝福，让你来送礼物，送他一个用冰做的云，怎么样？可以。送他一个用冰做的云。你送的都挺重的，对，要就送他一个雪莲。对，那你给下一期艺人留问题或者是一个挑战？挑战的话，如果他会的话就直接唱，如果不会的话就现场学唱一下我的歌者吧。到时候再捡起来给你陈磊哥60大寿的时候轮着播放，